把这3种辣椒都放下去一起炒，3合1。所以呢，川菜讲究味道，非常香。哎呦，看着就好。你说香不香？地道的重庆小面。国辉，哎，师傅好，哎，你好，哎，师傅好，哎，重庆小面虽然叫小面，但是它有大智慧。因为这个小面呢，主要就是一个辣椒和麻椒的一个组合。好的那个麻椒一定是川椒、碧绿的、青的，它粉碎，对，把它粉碎了，哎，不用炒也不用炸，直接生的。对对。看看怎么样？因为生的这个麻椒啊，它的香味出不来啊，一定要经过热油、高温的那个处理，它才有香味。如果家里面有菜籽油是最好，这个油的温度应该是在120到150度左右，也就是5成。对。哎，你看这个油吃进去，啊，冒的是油花，产生的麻椒的香味儿，哇，太香了，太香了。辣椒呢，先炒一下。小火就慢慢的先炒，小点火啊！把这3种辣椒都放下去一起炒。子弹头、2斤条、灯笼椒。这个炒的时候一定火要小一点，离火。如果火大的话，辣椒容易糊。这个辣椒那个炒的这个颜色微微红就可以了，有点炒好了之后呢，那个粉碎一下。这3种辣椒啊，味道更厚重。所以呢，川菜讲究味道。炸辣椒油的话，5成油温就差不多了。先倒一点点油，先试一下这个温度。哎，看冒泡啊！如果油温过高的话，那么炸出来辣椒啊会发苦，对，它不香。过凉了呢，香味提不出来。好，真香。哎，我们炸这个辣椒油啊，不光炸辣椒，这里还备点芝麻。哎，炸的这个芝麻呀，微微的变色了啊就可以了，炸成金黄色。金黄色。你说这个重庆小面能不好吃吗？这豆瓣酱呢是四川的郫县豆瓣酱是最好的，因为它比较粗一点。那么我们简单的把它稍微剁一下。豆瓣是用胡豆、辣椒面粉这几种做的，所以把这个剁碎一点点啊。小面它有翘头，选那个普通的，哎，肥瘦肉，对，肥瘦肉就行。我们先下豆瓣酱，把豆瓣酱炒香。好，火小一点，把豆瓣的香味和它的颜色炒出来。这个豆瓣啊，在那个四川和重庆那边呢，是家家户户有的。我老婆是重庆潼南人，哎，丈母娘家里面呢，每次都是自己家的酿的豆瓣给我们炒菜。哎呦，吃完了之后，我们还得带点回家。尤其这个家里自己对，然后把这个肉末呀下去，把它炒香，煸炒香。哎，你看国辉这个炒酱啊，炒这个还不一样，它是先炒酱后炒肉，也就是说能把这个豆瓣酱炒得特别香。同样的肉，就是你做为什么香，别人做可能换个人做有点腥，就是我们煸馅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肉的水分要煸出去，要煸香，再下料，放一点点料酒去腥就可以。最好用前煎肉，稍微那个肥瘦均匀，而且它的那个肉质纤维啊没有那么粗。好嘞，好，前煎肉好了。哎呀，这个重庆小面1步、2步、3步。对，每一步都特别精细。我洗一下。好，下一步呢，把这个豌豆放到那个高压锅里面去压。这个豌豆啊，一定是带皮的干的豌豆最少要泡个10个小时以上。有电高压锅的最少要压40分钟。现在早上一来，我就把这个豌豆提前就压好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哈，这是压熟的。哎呀，对，这豌豆特别甜。对，知道吧？好。然后在小面呢还有几种调料这个芽菜，芽菜呢一定要那个四川宜宾的芽菜是最好的，一定要用水洗一下之后呢，要放锅里面再用油炒一下，把芽菜本身的香味给炒出来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所以我就提前的把这个炒出来了。接下来做什么呢？做小面一定要有姜和蒜。好了，你看这个把它中碎了就可以了，中碎了之后它的香味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？最关键的步骤了，就把这所有的调料把它组合在一起。先调第一个麻酱，这是纯芝麻酱。纯芝麻酱有些太粘稠了，可以加一点点的香油。这个的麻酱呢不能放太多，太多的话就会汤它会太粘稠，糊的不清爽。就这样小的勺子，就一点点我们主要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。第二个猪油这个也是加1勺就可以了。对，1小勺。
接下来呢，姜和蒜，对，放一点啊。个人有所好，看看。接下来麻椒油，我们是放在一调料勺就可以了。哎，接下来呢，放这个酱油，哎，黄豆酱油一定要选对，不用太多。哎，接下来呢，放这个辣椒了，哎，你搅拌均匀的哈。对，这也是根据自己的，对，根据个人口味。还可以放点这个花椒油，麻椒和花椒它的香味和麻味它是不一样的。哎，来一点点。好了，这是小面的简单的基础的打料。提前呢，我们就把它打好的卤啊，哎，我们简单的先加一点点汤，把它拌匀了。哎，要搁点骨头汤更香了。对。锅已经开了啊。好，小面它用的就是碱面。因为重庆和四川那边呢，都喜欢吃这种碱面，其他地方没有这种面的话，你买普通的那个手擀面条也可以，稍微细一点，对，稍微细一点就可以了。哎，这个小面呢，煮的时候啊，不能时间长，哎，超过2分钟之后，它的面会坨。对，哎，这就是北京的话，锅条，瞧瞧，这个还就是3两面，一会儿那还有东西呢啊，哎，炒好了肉末看看，芽菜，花生碎，葱花，豌豆可以打的时候带一点汤，为什么呢？它本身压熟了，它会带一点甜味儿，非常香。哎呦，看着就好啊！这就是豌杂面。好，哎呀，我拿走了，大爷。把面拌匀啊，尝尝这个小面味道怎么样？太好了！我们是类似于半干拌，汤汁没有那么多，油也没那么大，不坨，腻了。好，能出乎燕的。你说香不香？这口感，到嘴里边各种复合味的香气，谁都不夺谁，谁都不抢谁，然后表现出来面条是恰到好处。您过来看看，大爷，这个带着汤太地道了，我不客气了，大爷。好嘛，不会，真的不错。我这老伴儿他有个奶奶，哟，咱家姑娘找一厨师好啊。大爷，我跟你说，有一个网友叫你当我是浮夸吧，然后他问想听大爷是怎么认识大妈的。其实我已经24、25岁了，正好呢有我一个舅舅跟那个我现在的我老伴儿的他父亲啊是同事。这介绍了我一听说是干什么工作的呢？是做老师工作的。我从小也尊敬老师，我又是老师的这家属啊。我父亲就是老师，79年、80年，那时候把老师看成是要臭老九，不受社会的尊重、敬重，爱戴，这个职业呢也没人喜欢干。当时呢挣36块钱，我呢41块5毛钱，但是我这个职业呢也不是一个好职业，是吧？一个按过去的口头禅，是个臭厨子，做饭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这2个职业说心里话，当时不被人看重。搞对象啊，确实有点难度，应该说比较门当户对吧？要讲这个。所以当我舅舅把我带到这个他们家，对我还是挺满意的，一见钟情啊。一见钟情，但是我的岳母啊，有点当时不太看好，觉得哟，是一个厨师啊，做饭的。但是呢，我这老伴儿他有个奶奶，哟，咱家姑娘找一厨师好啊，咱这个姑娘也不会做饭，找一厨师想做什么想吃什么都能，有时候给会做，厨师好又顾家，这是给我一个评价。找一个老师特别好在哪儿呢？第一，能正常班是吧？有寒暑假。另外以后这样有孩子了呢，孩子放假他也放假，孩子上学他也上学，就有人管，这家里呢就比较完美。所以呢我就同意了。那您第一次见大妈的时候，对她第一印象什么感觉？就是很小巧的一个老师，说话呢也比较细声细语，有教语文的，我觉得还可以吧，是吧？我们就结合了。可人家可是对您一见钟情啊！这样呢，等我们接触以后呢，确实我们相处的非常好，到第2年我们有了小孩，确实体验了放寒暑假的时候这种优越。虽然工资低一点，
但是我们慢慢的去努力争取，对，去创造，日子就越来越过好了。这样呢，那个在结婚的时候呢，因为双方的家庭嘛都比较相符，也没有过多的要什么彩礼，我觉得这点挺宽容我的。是啊，而且呢，应该说我们结婚呢也很平常，也没有什么高档汽车，就是在北京我找了一个同学，同事给我借了一辆面包车，送到那个西直门火车站，他还要坐1小时的火车到昌平南口，那边呢我又找了一辆车，从火车站又把他接到我们家里头，就是没有隆重的婚礼，也没有隆重的这个彩礼，啊，但是我们很平平淡淡办了10桌婚宴，这婚宴呢那是讲究在家里办，在家里办的还是挺隆重的。那菜都是谁做？您做的吗？说到这儿啊，我就特别感慨。